不知道小伙伴们对10年前的手游还有没有印象啊？反正我是记得这些老游戏啊，画面确实比现在是差了一大截。但要说游戏性的话，那是一点都没在怕的，随便一玩一堂课就过去了，是真的上头。像是小鳄鱼爱洗澡，画风真的超级可爱，也超级烧脑。心态不好的话，就很容易在下载和卸载之间不断的循环。不过每次玩到最后，看着水被接到浴室里面，真的超级解压。割绳子超级经典，有小伙伴们玩过吗？割断绳子之后，把糖果送到小青蛙的嘴里，这个难度还好，但是我每一次都强迫症发作，一定要吃到那个星星。游戏时间那真的是直线上升。涂鸦跳跃也很好玩，用陀螺仪改变方向，除了障碍，还要防着各种陷阱。反正每次玩起来的时候都是全神贯注。今天这条视频呢，我就把我当年玩的这些游戏都整理了一下，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今天的视频就来一起盘点一下，看看这些手游里面有没有你也玩过的。神庙逃亡，屏幕前玩过的小伙伴，快举起你们的双手！一阵吱哇乱叫后，主角就出发啦。你需要根据地形上下左右随机应变，配合手机陀螺仪左右移动吃金币，解锁道具。不得不说 ，Temple Run 把手机竖过来，立起来跑酷的创意真的是太绝了，配合体感的操控机制，沉浸感拉满。我还记得当时学校里面的同学，只要有智能机的都在玩，简直是装机必备手游了。当时为了打一个记录，我一局整整玩了1个多小时。在我的印象里面呢，神庙它是有出续作的，当时国内发行的时候我还玩过啊。这几天我拍视频的时候呢，就在我的手机里面把它下了一个下来。你们看看这个画面，好家伙，我就感觉随时会有兄弟出来要砍我。哇，这个味儿太冲了，金币6666。之后我又深入体验了几把，我的评价是非常离谱。游戏里皮肤、坐骑、翅膀什么的，各种网游元素 buff 叠满。那你不如给我加攻击力好了，我回过头去，那么猴子根本就干不过我呀。疯狂喷气机，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游戏，操作超级简单，按下去就是起飞，松开就会下降。它最有趣的地方是，为了阻止你前进，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物、导弹、电光，还有随机刷出的激光。因为有不断变换的场景，即使是2D 横版的画面，游戏性也丝毫不弱。游戏里你可以化身各种机甲，获得完全不同的移动方式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利物鸟啊，它按一下它就跳一下，手感就很特别，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Flappy Bird？ 你还可以吃这种代币，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老虎机里面抽奖，还有奖励，玩起来就挺上瘾的。疯狂喷气机这个任务系统有点像是 Apex， 会随机分发游戏里的世界，这样不管是不是干地的玩家都可以比较全面的体验到游戏内容。疯狂喷气机呢是2012年由 Half-Break Studio 制作的，光听这个名字，大家可能一下子会想不起来，但要说起这家工作室制作的另外一款游戏，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就绝对不会陌生了，它就是水果忍者。这游戏应该不会有人没玩过吧？玩法简单到没有上手门槛，它需要考验玩家的动态视力、反应速度，甚至是手机性能。精致画面提升了沉浸感，也榨干了那个年代的手机机能。当时在 iOS 设备上可以轻松的流畅运行，它在中低端的安卓机上面体验起来就像是2个不同的游戏。哎，为啥水果忍者会这么上头呢？当时的手机游戏普遍被大颗粒屏幕和性能所限，画面设计上通常会尽量简化，但当时 Half-Break 对待水果忍者却非常认真。如果你把游戏画面慢速播放，你就会清楚的看到水果被切开之后火炬飞溅的方向、消失的过程，连贯起来看水果的音效也很带劲儿。这样的细节反映到游戏里就爽，不火才怪呢。愤怒的小鸟又是一个爆款。10年前说是无人不知，可一点都没有夸张。玩家用弹弓发射各种不同属性的小鸟，你需要根据每个关卡的实际情况来决策发射的顺序和力度，报复偷弹的机具。我以前真的很喜欢这个里面的音效，你听这些鸟发射出去都是有音效的。猪被打中了之后呢，也会有反馈。来，我打一只猪。这个音乐也很上头，在当年只要你一听到这个声音，你就知道，哎，他也在玩这个游戏。愤怒的小鸟开启了第一次手游浪潮，甚至被带到了老任和索尼的主机上面。制作公司 Rovio 估值也因此一度达到90亿美元。从2011年开始 ，Rovio 就开始拓展新业务，做动画片、建造游乐园，是不是有迪士尼那味儿了？后来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愤怒的小鸟的 IP 作品，手游也出了花里胡哨的各种版本，什么里约版啊、太空版啊、新春版啊、星球大战版啊，我记得国内还有上线他们的电影。正统续作 Bad Piggies 我也有玩过，把小鸟里的居居当做主角，这次也要小猪们反过来投弹，也贼有意思。
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手游可能有一妞妞冷门，不过我当时是真的很喜欢奇幻设计这个游戏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画质确实比较粗糙，不过很有趣味性，美术风格也很戳我。在游戏里面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角色，在场景里面自由移动，击退四面八方涌过来的各种小怪。双轴摇杆加点按的控制方式，不用多说，肯定是受到了主机手柄的影响，在手机屏幕上面操作起来也很舒服。这样的设计改进后，在今天的 MOBA 手游上很常见，但在当年这还是极为先进的。奇幻设计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，作为一款融合了 RPG 元素的 ARTS 游戏，它并不需要你和别人联机来玩，也就是说，角色的成长、道具、皮肤都可以不用花钱，你可以更真切的去感受角色，不像现在的联机手游，第一次进入游戏后，二话不说就把我丢进精心安排的人机局，退都不能退，真的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好吧？地铁跑酷，我上高中的那会儿就有人玩了，没想到到现在还有热度。上个月服务器崩溃，居然还冲上了热搜。玩法呢，和大多数竖屏跑酷游戏类似，在3条跑道里面闪转腾挪，躲避障碍物和警察。我记得当年地铁跑酷上线的时候，市面上就已经很多类似的竞品了。那它是如何在竞争中获胜，并一直把热度延续下来的呢？那当然离不开成功的运营。除了稳定的更新维护，地铁跑酷还有世界旅行的概念。在我印象里，近些年它把全球喊得上名号的城市基本都逛遍了，又能让玩家逛风景，又能给玩家卖皮肤，这波属实是赢麻了。花里胡哨的推广这么久了，也没有放松，甚至还会举办一些线下赛事。地铁跑酷的老玩家这待遇，真的是让其他玩家羡慕死了。回头看看现在的手游，已经是和资本强绑定的产物了，免不了抽卡啊、卖皮肤啦。毕竟游戏工作室也是要赚钱的嘛。做这条视频的时候，我重新体验了好多以前玩过的那些游戏，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，热门游戏都是靠着巧妙设计和游戏性脱颖而出。这可能也是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玩家喜欢去尝试独立游戏。没有了华丽的包装，还能留下来的游戏，才配得上一句好玩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一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